需要帮忙吗？周莹，是你？这次落到我手上了吧？我看你怎么跑。你要干什么？别碰我们家少奶奶。少奶奶，没错，周莹现在是我们吴家东院的少奶奶。沈心怡，请你自重。跟吴聘成亲的丫头是你呀？怎么了？没想到你竟然嫁给了吴聘。是我站不起！放开我！你想动手？放开少奶奶！真没想到啊！吴聘娶了个丫头，丫头怎么了？丫头就得回去给我干活。走，你休想！你又踢我！我踢死你！你不要以为嫁给吴聘你就飞上枝头做凤凰。你别忘了，你的卖身契还在我手里呢。别以为一张卖身契就能威胁到我，我就能拿着它威胁你一辈子。我大不了就是一死。死也是我们沈家的鬼。放手！放开！给我回来！我少爷来了！少爷！好，来得好。今天我们就把所有账一并算。沈心怡，周颖现在是我的妻子，就算你娶了她，她照样还是我的人。而你吴聘，你就是个贼，你是个强盗，你偷了我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算周颖以前是你家的丫鬟，但她现在不可能跟你回沈家。至于沈家的损失，我愿意用金钱来了结。你开个价吧。好啊，拿你们吴家东院所有的财产来换周莹一条命，再拿你一条命。沈星移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别胡说八道！换我大哥的命。我最后说一次，你大哥的死和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也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不管你们吴家东院多有钱有势，这个丫头的卖身契现在在我手上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卖，死我也不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吴聘今天就霸道一次，就强买强卖一次。这个女人，我要定了。吴聘，你就只配娶一个不值钱的丫头。你看她是个不值钱的丫头，但在我眼里，她是无价之宝。走吧。我得哎少爷，放开我家少爷！少爷，没事吧？少爷，别赵爷，这条时钟，别说你嫁给吴聘，就算你嫁给天王老子，我也把你抓回来。没事吧？走，过去。周鹏给我拆了。啊？见个更大更好的，冲我的门！好，散了，把门拆了，快点！给我拆！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别担心，我打听过了，你的卖身契不是死契，大不了就打个官司，多赔点钱嘛。我总是给你惹麻烦。但你给我的开心更多。给我好了。别着急，每人都有啊，慢慢来，别烫着了。
都有。人人都有啊，别烫着了啊！有人晕倒了，别挤啊！不要挤，不要挤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哥，怎么了？大哥，怎么了？肯定是饿晕了。小江，端碗米汤来。好。大哥。大哥，先喝碗米汤，慢慢喝。慢。大哥大姐，这里还有一碗，慢慢喝。夫人，哎，大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谁都会遇到难处，大家互相帮一把，拉一下就过去了。别太伤心了，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排好队，来。少东家，上次你吩咐我办的事情，我还没来得及去办。啊，先把施粥的事儿办完再去也不迟。好。哎，别挤，人人都有，别着急。帅，桶打好了。熬粥啊，粥好了再叫我。好了。世军，来，下一锅粥什么时候熬好？至少还有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？别挤，都往前点啊！别挤，别把粥盒挤坏了啊！哎，别抢！马上，再搭一口灶，不，2口灶，3口灶，同时熬粥。小五，少东家，告诉大家今天的粥管够，这锅赶不上，后面的马上就出来，叫大家别急。好，还有，多带几个人疏导一下，别所有人都拥在粥棚前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还有，别着急，后面还有，大家别着急，把中间给我腾开。第二次口锅马上就出来了啊！今天人人都有，大家别急，人人都有，别急。吴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呢？你有没有事？你吓死我了！我怕你再出事儿。让我看看，手能动吗？啊，砸哪儿了？啊，疼不疼？有没有长哪儿？啊！你吓死我了！我不会有事的。吴家东院和沈家已经开始施粥了，据说还是吴聘和沈星移亲自操持。吴家东院那边一开始出了点小岔子，但是后来也都井然有序了。我还以为这2位都是唯利是图之辈，没想到还有古道热肠的一面。
秦商虽然平日里专注生意，但是乡邻只要有难，都还是十分热心。哎，帮我约一下那吴聘和沈星移。是，大人。少东家，现在除了我们和沈家，泾阳又有7、8家富商也搭建了粥棚，再加上官府每日发放的口粮，灾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3餐不济了，街面上也比从前安定多了。那我们明日还是继续施粥。施粥得继续，但是施粥呢，只能解一时之困。以长远来说，要是让这些灾民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，成为县民，那就适得其反。少东家所虑极是，所谓死水怕烧药，我们不能养他们一辈子啊。我们吴家东院在北纵山脚有50亩地，一直都荒着，我打算把它拿出来，无偿给灾民耕种。哎，这个办法好，让灾民自己养活自己。没错，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，心定下来才算真正的安定。那我现在就去灾民中间问一问，有愿意耕种的，我先登记下来。行，那你快去吧。少爷，哎，少爷，老爷叫你去花厅问话。老爷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。行，我知道。没事，我去就回来啊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也不知道老爷会怎么责罚少东家。少东家违背老爷的命令，这在家规里面可是重罪。会不会动用家法？啊，这么严重啊？你去看看。你是不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啊？没有。那你为何要一意孤行？我就是不忍心啊。叫你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你偏要做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啊！你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，你将来如何承担大业？来人，拿家法！老爷，少东家也是一片善心。老爷，其实少东家也没什么错。吴聘，如果你今天只是个商号的掌柜，你做这些事儿的确没什么错。但你今天是东院的少东家呀，你日后要统领吴家东院的，结果呢，你只看眼前是非，你不谋全局，不谋万事，那你就错大了你。任凭爹处置。老爷，你要打就打我好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的错我来认，你没必要替我受过。不，你们俩在干什么？爹，是我撺掇吴聘施粥的，是我逼他开了粮仓，鼓动学徒房的学徒去帮忙的，也是我。原来是你在背后蛊惑吴聘的。是。那么说，你还是违背我的命令，继续在外面抛头露面？是。我要你谨小慎微、修身养性，你还是置之不理、当耳边风？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一错再错，那就休怪我吴家东院无情了。来人，拿纸笔，
爹，拿支笔干什么？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？写休书吧你。爹不能，周英，快给爹认错，快！擅自出门算是我的错，但施粥济贫，我还真不知道何错之有。你目无尊长，不守妇道，不思悔改，无法无天，你还敢说何错之有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写吧。你知道休书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就是把我赶出吴家东院呗。那你还吴斌，你还啰嗦什么？他这个样子还留得住吗？爹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留下来。我从来就没觉得吴家东院多么稀罕。是，你们是有钱，但为富不仁，我也瞧不上。给我轰出去！不用你轰，我自己走。少奶奶，小，哎，您找我？前2天在院子里，我给了你一个小包袱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包袱呢？在我房里收着呢。帮我拿来。好。爹骂我个几句，打我几下，也就过去了，何苦要跳出来呢？嘿，施粥这事儿，本来就有我一份。但你也没必要和他争执。现在事情闹大了，他逼着我，非要休了你。没事儿，休就休呗。你就这么嫌弃我？我就这么不堪，让你宁可被休，也不愿意留下来？少奶奶，你的包袱。你早就想走？是，我早就想走了。为什么？我走了，对所有人都好，既能成全你和胡咏梅，东院也能回归清静，我自己也能落得自由自在。我和胡咏梅？那天你们俩在包间里说的话，我都听到。你听到什么？我听到他说，你们俩很相爱，是我把你们活活给拆散了。那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听到你说，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不起他。是，我是错了，但并不是错在我娶了你，而是错在我承诺过他要一辈子对他好。